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在承欢季成功出圈，不是因为霸总人设，而是当了男小三。29岁的徐凯在《延禧攻略》后再添力作，靠着承欢季里面的男小三姚志明成功出圈。徐凯在剧中饰演的男主姚志明是一个冷酷腹黑、超有能力的霸总，也是女主的上司，处处与女主为敌。我们先来看看他都对麦承欢做了啥。初次见面，发现问题就要把麦承欢开除。看着麦承欢被不靠谱的前男友求婚，在线吃瓜，嘴里夸着麦承欢的婚戒漂亮，也清楚辛家根本不会娶她，讽刺他以后不用出来工作。听到他在辛家众人面前立下的独立宣言，电话讽刺他又当又立不现实。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充分利用麦承欢和辛家的关系，处处把他当枪使。在雨中静静地看着麦承欢和前男友分手，还不忘在线吃瓜，给麦承欢停职降薪，从高级酒店发配到公寓当物业管家，一起陪奶奶出去视察酒店，还不忘故意提起前男友揭人伤疤。这一桩桩一件件都不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儿，看的人就很气愤。姚志明看似铁石心肠利用麦承欢，实际确实为其处处着想，硬生生地把麦承欢往自己身边薅，打算占为己有。这样的男小三可以有，也难怪网友急着吃糖磕 CP， 对着辛家亮各种劝退。咱也不知道图个啥，明眼人都看得出辛家亮不是个良配，辛家打心底里就看不上麦家。辛家不仅不承认麦承欢的身份，还不止一次的羞辱麦家，但是这对苦命鸳鸯硬是撑到了11集才分开，真是急煞一众网友了。毕竟没人喜欢看娶个保姆过日子的戏份，而腹黑大灰狼和纯真小白兔的搭配看起来就很好磕。其实麦承欢很真实，得知辛家亮是富二代后，第一反应就是气愤，因为整整被骗了3年。随后就是窃喜，因为这样好像就能少吃很多苦头。后来他才发现了辛家亮没有主心骨，也明白了所有馈赠的礼物暗中都早已被标注好了价格。姚志明的利用将一切摆上了明面，而这一切其实也是姚志明的小心机。姚志明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对于麦承欢一开始只有利用。麦承欢是德山太子爷的女友，还是奶奶唯一喜欢的孙女，单这2条就足以吸引姚志明的注意。通过一系列的接触，这个麦承欢竟然一点都没有偷奸耍滑，相反的做事靠谱，还公私分明。这引起了姚志明的兴趣，但他坚信没有人能抵御名利的诱惑，于是决定狠心利用麦承欢拿下麦克斯，大不了事后再给他一些补偿好了。结果麦承欢只是单纯，一点不傻，事后就反应过来自己没利用了。虽然姚志明嘴硬说自己做的没有问题，也说服了麦承欢，但是他还是决定拿别的补偿他。看到他失落的表情和非要调换岗位的决绝，姚志明突然就怕了。他以为麦承欢会和奶奶告黑状，惊得他一个箭步冲到了奶奶那，结果奶奶却嘲笑他：“你小看他了，麦承欢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，果然你还是欺负他了，以后有你受的。”奶奶就是本剧的智慧担当，一语成谶，她希望2人彼此治愈，互相扶持。姚志明开始接触麦承欢时就是功利的，一起喝咖啡就嘬一小口，毫不掩饰心不在焉，目光也是飘忽不定。到后来爱上麦承欢，一起吃个面都能吃出爱心泡泡，香的不行。小助理早就看出端倪，不停地提示他动了心，姚志明却死鸭子嘴硬不承认，然后在角落里对着麦承欢行注目礼。利用完麦承欢又心虚得很，听说麦承欢要离自己远远的，立马从酒店搬到了他工作的公寓楼层，主打一个形影不离。
对于小助理的调侃，你可对每一任女友都没这么狠心啊！美其名曰，与其在这里经受风言风语，还不如去公寓积攒人脉；与其往新家那个火坑里跳，还不如和我打天下。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的女友自己宠，我姚志明的女友要和我一起打天下。听到朱宝俏给麦承欢打电话，担心女友被骗，蹲点女友办公室听墙角，发现女友要去管闲事，执意陪同。看麦承欢被欺负，出言制止并贴心守护。知道女友好面子，自己去和刺头协商送锦旗。为了同框，故意假装路过，想要帮女友翻修老房子，用靠谱的团队压低底价，打着女友同事的名号送温暖。承认吧，姚总，你已经彻底沦陷。但是当我们的姚总鼓起勇气表白的时候，却因为麦承欢的一句“你怎么证明喜欢我”，问住了。随后，麦承欢就示意吻，妈呀，这也太甜啦！